提到全台最难玩的城市，总是能激起多方论战。根据网络多年的讨论，网友公认最难玩的城市就是新竹。网友们普遍认为，新竹除了可玩性差外，根本名副其实的美食沙漠。你喜欢新竹吗？新竹不错啊，食物的选项比较少，所以不用烦恼要吃什么。新竹美食麦当劳啊，真的就是麦当劳，没有其他的了。海底捞那些还不错啊，大部分是巨城就是新竹的拉斯维加斯。本次哈哈台街坊与杜蕾斯合作，带你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新竹。新竹现象一，新竹人的伊甸园巨城购物中心。位在市中心的巨城百货，2019年消费总额高达123亿，跻身全台前7大营业额的百货购物中心。2017上半年，脸书打卡次数仅次于桃园机场，位居全台第2。巨城简直是新竹人心中的精神堡垒。新竹其实真的蛮无聊的，新竹人不是在巨城，就是在往巨城路上。不知道为什么巨城不是产值还蛮高的，去年周年庆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这边大家科技新贵，花比较多钱。你有去逛过台北百货公司吗？有。那你还是觉得巨城很棒？当然没有。哦，可怜，巨城哭哭。新竹现象2，一年四季强风不间断。新竹素有风城之称，因冲击平原城蹦迪嘴开场，三面高，一面开口向海，故无论东北季风或西南季风一进入本市，风势即受到约束而增强。我们是风城小孩子啊，风城的孩子。对啊，不怕风，不怕风，这点风对我们来说没算什么。像上次那个被风吹上去的那个小孩子啊，他就是新竹人，所以下也没事啊。台风还是什么东西，有一次风就超大，我在竹北，然后有一个阿嬷吧在牵车啊，然后上人行道，然后一阵风突然吹超级大，她直接倒在地上，超级扯哎！我有试着要去帮她，就是我要过去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过去帮忙，台湾人的热心，我就站在旁边。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竹人，很多人都说新竹没有特色，你怎么看？像是昨天我原本要出去外面，就是清大夜市啊，我跟同学一走出门口，要到门口的时候被风吹，然后我们是倒着退的，我们就想到啊，算了，回来学餐吃好了。这就是特色，很有特色，只要待久了就知道风很大。我们是风的孩子啊！哎，你们好笃定哦！你知道竹上那个风，风孕育你们成长。没错，跟他的祈福有关联的。他就好像我的家人，如果我在外地吹不到风，我会很难过。我如果今天早上出门，刚梳好头发没有被风吹过，我觉得不太对。哇，你们真的是风的孩子哎！不要质疑我们。没有人敢质疑你们新竹人的疯狂。新竹现象3，满街都是工程师。2020年县市总体竞争力的评比结果，常年稳居冠军宝座的台北市被新竹市挤下。被称作台湾矽谷的新竹市是台积电的研发重镇，故工程师密度之高，更是别的县市无法匹敌。妈妈是工程师吗？我妈妈是，我妈是都是，重庆都是。我的小孩很大了，一个已经在上班了，也是工程师，他们3个都是理科的，都是工程师。对，我本身是读理工的，电脑通讯类的。新竹就是比较偏向科学园区啊，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发展。比如说你是做剪接的，他可能说，哎，那你可能适合去顾机台啦。你今天轮个大业，我看一下。那旁白可能就是去当园区导览。什么事都能跟工程扯上关系的新竹，这群交大的新生弟弟有类似的经验。你们是什么系的啊？电子物理系。为什么电子后面会加一个物理？因为在偏投的电子系，还是有一些电子的科目。那实际上你们就是在上物理。基本上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电子物理系？他看起来像电工啊。对，有点偏。挂电子，卖物理。常说工程师熬夜加班身体差，接下来这位清大弟弟就是血淋淋的例子。你们现在是在看成绩单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看新生体检报告。接着他上网搜寻，了解到是肝功能出了状况。我的血清浮草酸转氨基酶过高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全世界是不是都要知道我有问题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嘿，对，我是因为我没睡觉啊。是什么系的啊？电子所都不能睡觉吗？没有，我自己不睡觉。那你不睡觉，你都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这你就要检讨一下自己了。我们在交大校园遇见火箭团队的工程师。我们老师的愿景就是让台湾人也有自己的火箭，实现那个上太空的梦想。明年应该会射一支比较大支的探测火箭上去。我们的火箭技术来说是那个混合式燃料的火箭，那如果射出去的话，不但会是台湾第一支，也会是世界第一支吧。肩负台湾未来的他，此时却还是单身。那你有想真有吗？好啊，你喜欢的条件，然后你想要怎样的人？
年纪跟我差不多或比较小的吧。你现在几岁？我现在25，下礼拜就26了。就喜欢年下的女生吧。你刚刚用年下这个 term 吧？对，就是用这个 term。皆さん，有人想认领年上的火箭工程师吗？在清大有一间群英乱舞的房间。这位斗琴的男子是稍早对于新竹有诸多描述的清大红衣小男孩。刚刚经过你们的琴房，觉得太惊人了。哈，惊人的吵吗？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3个人在同一个空间才3个不同的歌曲？逼不得已，琴房太少了。你们没有在合奏？没有，就是单纯弹自己练的歌。我们想了解未来的工程师平常的休闲活动。大学生，你们平常休闲都会去哪里玩？大一有点累，就是没什么时间玩。可能我自己安排比较多啊，就是钢琴，然后篮球，跟我有在健身。现在大学生差不多都这样，像我朋友都很忙。我刚访问到好几个都在回家睡觉你还练琴、健身、打篮球就像大家休闲会滑手机一样啊，我的休闲就可能比较多元。你各位啊，就是那大一只会睡的。理工为基底的交大与清大，女性比例较少。接着，让我们将视角转换到理工世界当中的女性观点。交大男女比是7比2比1，对，然后7是男生，2是女生，1是狗。大家都说女生进到交大等级会跳升，比如说 B 级就会变 A 级，A 级就会变 S 级。我们宿营的时候，就是很多别系的男生会问我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办，外文系的女生可能会被比较稍微受到关注。到底谁可以赢得跟外文系一起参加宿营的资格？会有人来问我们班代，然后班代给大家投票。那最后是哪一个系获胜？对方系班代跟我们班代相处了，他们觉得怎么样？他们还要做 proposal 之类的。跟外文系宿营比上台居电台难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全台首富里的新竹市关心里，遇见正在遛狗的资深工程师娘。结婚多年的她，要跟各位分享与工程师的相处之道。工程师很常加班吗？很长，8点半可以回到家，算很少了。那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。对，没错，然后压力很大，所以相对薪水高。阿姨，你一个人在家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等下遛完狗就去游泳啦。有一些课可以上啊，就是不会啊，怎么会？就是你把你自己安排好就好了。这边很多运动啊，可以练瑜伽什么的。你有上过什么很酷的吗？演戏的啊，什么一人一故事啊，新竹县是会办啊，心理影剧的课啊，表演课程，对，就真的很好玩。就是你自己要去找一些好玩的课上啊。他们去上班，你一个人在家反而很轻松。对啊，我觉得假日好累啊，还要准备3餐呢，平常就要准备早餐。他还没有退休哦。对啊，所以叔叔现在还是继续上班。对，你也很快乐。对，我很快乐，我很怕他退。我们接着询问工程师娘对工程师的看法。工程师男生跟一般的男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啊，工程师好像比较呆，比较好骗吧。因为之前新闻有报很多工程师被骗很多钱嘛，我先生也是工程师。我们说单纯好了，因为他接触的都是那种工程嘛，不是软体，所以他们对那个跟人相处的部分，他们会比较直接、单纯化。你如果跟医生啊，或跟那个律师比较起来，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会比较不用动脑。所以如果你有男朋友，你可以考虑工程师。我是这么觉得啊，要怎么追到工程师啊？那你赶快到园区上吧。结论：新竹工程师的恋爱天堂。太。